大家好，这个视频是向大家展示如何自己动手油漆已经腐烂的木门和木窗的步骤。欢迎订阅、转发、点赞。在开工前，您应该准备哪些工具和材料？这是石膏刮刀，左边的那一把使用的机会非常多，右边的那一把是油漆刮刀，强烈推荐买。右边的那块塑料板是搅拌石膏用的。打磨填充料用的模块和砂纸。油漆刷子建议大家一定要买质量好的。左边那个是 Wood Hardener， 如果你的木窗腐烂的不是很多，可以不用。这是已经搅拌好的填充料。左边是底漆，这是用在表面的填充料，非常细腻。这是面漆，因为我喜欢用这个品牌，所以把它展示在这里。在整个油漆过程中，70%的时间是用于油漆前的准备工作。第一步，挖干净所有腐烂的木头。强烈推荐买这类型的油漆刮刀，这刮刀非常锋利，刀片可换，用途非常广。如果没有把腐烂的部分挖干净，就把填充料填进去了，那么腐烂的部分还在不断的产生霉菌，过不了多长时间，它们相互之间就会重新出现裂缝。第二步，涂上木材硬化剂。不建议使用原装瓶上的压力泵，因为这个压力泵很容易被胶水堵塞。用好的刷子要及时洗干净。等Wood Hardener彻底干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填充石膏了。填充石膏前，先把石膏在平整的板上快速搅拌一下，然后用比较快的速度填充到需要填充修补的位置上。如果木头已经腐烂得很深了，就不要把填充料一次性填满，要分几次填。石膏干了以后会非常的硬，打磨起来很困难，所以在填充石膏的时候尽量保持平滑。如果无法做到一次性把石膏补到平滑，也不要紧，我们可以通过后期再补平它。等填充料干了以后，就用120号砂纸打磨掉任何多余部分。石膏粉有粉末包装和已经兑水调配好罐装的，选用任何一款都可以，只要符合能用在户外、能和木材相结合的条件就可以。石膏粉兑水后，在短时间内就会固化，在工作中一旦发生固化现象，就果断放弃，不要使用了，也不要再兑水稀释使用，所以一次性不要调和的太多。填充料打磨好以后，发现表面非常的粗糙，建议涂上一层仅适用在表面的填充料。这种填充料打磨非常容易，你可以用它反复修补，每一次补上去的填充料的厚度不要超过2毫米。如果为了赶工程时间，每一次补好后，你可以用电吹风把它吹干，然后再补。选用任何的品牌都可以，只要户外型的就可以了。如果打磨好以后，感觉表面还是不平整，你可以反复再补，
一直补到自己满意为止。打磨可以用180号的砂块，也可以用360号的砂纸。大家可能看到了，门的下方还有一个小缺口，等一会儿我会补上的。在开始油漆之前，我们要把打磨下来的粉尘都刷干净。现在我们可以开始刷一层底漆。这个底漆呢，你可以选择任何品牌的底漆，只要符合2个使用条件就可以了，一个是户外型的，一个是水溶性的。有些人认为刷这层底漆是多此一举，但是我个人呢还是强烈推荐。如果你实在嫌麻烦，不想刷这层底漆，也可以建议你去买那个3合1的面漆，里面含底漆的那种，直接刷3层就可以了。底漆干了以后，建议大家用400号砂纸打磨一下。另外，底漆不要兑水使用，兑水使用后会降低底漆的质量。面漆在每天的使用前一定要先搅拌均匀了，然后再开始刷第一层面漆。等第一层面漆干了以后，再开始刷第2层，至少刷2层。然后要想效果再好的话，至少刷3层。刷面漆呢，建议大家一定要在天气好的情况下再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第一遍油漆刷好以后一定要等24小时以后再刷第2层的面漆。面漆的选择也是和选择那个底漆的条件是一样的。第一，要户外型的；第二，要水溶性的；第三，最重要的，一定要选择质量好的，任何品牌都可以。然后选择是有光的，还是无光的，还是哑光的，这就看大家的个人的爱好喜好了。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我在刷第3遍油漆，看了以后，大家和前面的比较一下，质量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家可能留意到了，我在刷底漆的时候门的下端和门的中部的下面好像还存在一些缺陷。这些缺陷呢，我发现了，现在呢做了些补救，现在看上去好多了吧。现在再跟大家唠唠叨叨讲几句前期的工作很重要，一定要把腐烂的木头全都给挖干净了。等挖出来的腐烂部分彻底干了，才能涂上木材硬化剂。然后买一把好的油漆刷子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可以用起来得心应手。每次用好的油漆刷子一定要用清水彻底洗干净。如果暂时不用的话，就用保鲜膜给它给包起来。如果门窗烂成这样了，也是可以修补的。修补的流程是和前面一样的，唯一要告诉大家的是一个小窍门，就是在清理的部位拧上2个螺丝，一个朝上，一个朝下。螺丝的尾部一定要拧到没有被腐烂的部位，然后把填充料分成几次填充进去。如果腐烂的部分在门角的转角处，就建议大家再安装一个直角，看一下示意图。这个直角的作用是防止减少门窗以后单边下坠的机会。谢谢观看。Thank you for watching.